我也爱你，就是台湾人的正义感，就是当我觉得我要被欺负了的时候，会有别的客人来制止那位想要欺负我的客人。这一点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个法律有所倒退，就是道德有所倒退。之前那个你这样说会得罪对岸的人。我觉得台湾人解读空气的能力真的很强。我在这边有2次，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就突然胃痛还怎样会，然后就有同事关心说：“哎，你先去休息。”就觉得很温暖。就像我一直很穷，然后穷惯了，就每天穷的也很开心。突然中奖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花那个钱。这个我会。他12月出生嘛，对。然后12月我做完月子回到家，然后呢，就全国都疯起来了。对。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还开玩笑说，全国人民都在陪你坐月子。Go 聊天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今天又开始我们Go聊天吧的节目。今天请到的这一位是嘎嘎。我是在服务业的嘎嘎。因为你也是新住民嘛，所以我还蛮好奇你来到台湾，包括之前生活的这一段经历大概是怎么样的，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2020年来的，跟我同一年。是哦。我是年底，我是12月来的。我是年初来的可是我中途有回去超过半年，所以我在这边算是今年第4年。那你2020年初应该是疫情爆发，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2019年的年尾爆发。对。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我小孩生出来之后，他12月出生嘛，对。然后12月我做完月子回到家，然后呢，就全国都疯起来了。对。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还开玩笑说，全国人民都在陪你坐月子。对。那个时候好像是过年嘛。对。然后有很多标语出来啊，就是禁止外地人返乡。对，记得吧？对，我不晓得那个时候留在上海过年的人有多少，反正我们家，我娘家啦。我娘家过年是一定要全家人整整齐齐聚一起的。可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生小孩没有多久，就是大家来进门的时候真的很好玩，大家都在喷酒精。然后吃完晚餐之后，大家就是有提前离开，就是说因为小朋友抵抗力比较弱。对。真的那个时候也其实不是很了解这个病毒的传染力啊什么的，就是很怕人跟人接触过多。我是觉得我是有一点概念超前，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看到有一些东西，我就跟家人说要小心。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家人是觉得说，有什么大不了的，SARS 我们都过来了，怕什么？不就是吃药就好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还不肯戴口罩。对，我们家就是。对，我妈也是觉得说，就你事多。那你后来是怎么决定来到台湾生活的？就是回去之后，觉得小朋友在这边还是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是小朋友的教育比较好，对不对？而且这边的环境总体来说是比较友善包容，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对。然后学校给到的帮助也会比较多。因为台湾这边它是2种嘛。其实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国家都是这个模式，就是如果你是要选择平民的教育，那小朋友就是快乐。了解。有一些私立的就会比较精英化。对，精英的就是有压力。对。没有那么的快乐。可是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人如果习惯从小就是要学那么多东西，每天都要吸收那么多知识的时候，他习惯了，他也不会觉得说这样很痛苦。这个观点蛮特别的。对啊，你不觉得吗？就是你会习惯，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你从小就给他高压的时候，你有一天突然放开了，他反而会觉得说不习惯。就像我一直很穷，然后穷惯了，就每天穷的也很开心。
突然中奖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花那个钱。这个我会，这题我会，我可以中奖没关系。你知道那天我去吃面呢，也是和隔壁桌聊2句，然后我就笑，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哦，你这笑好豪迈。”你为什么会吃饭跟隔壁桌不认识的人？因为他和我聊啊，他问我好吃吗？我说好吃，对，就这样聊上。他也是客人，对啊，他也是客人，然后问你好吃吗？好特别啊！我发现这里有时候吃面真的，顾客我是没碰到过，但是老板会很热情。有一次我去一家店，我就吃的比较快，我一个人赶时间，然后老板就自己出来说：“你不用吃那么快，我们没有那么早关门的。”你去的时间很晚吗？有一点晚了，有一点9点多了。哦。然后对，然后我说是因为太好吃了，他说太好吃你就多来几次啊！我看你第一次来，就老板就感觉就很熟悉的感觉。你会在这边找上海味的东西吃吗？我会，我刚来的时候会吃过几次，就觉得有不同，就是不是原本的那个上海味，都是经过改良。对，有台湾化。对，但是还是好吃的。但是你说它是上海菜，它并不是上海菜。对。那像你家乡菜，你会有在这里尝试过吗？没有因为我们那边的菜比较小众，像那个乌江鱼，那个乌江只有那个地方有那个鱼，乌江青团是，那还有羊肉粉，还有凉面凉粉，羊肉粉是类似米线的东西，可是比米线粗然后没有那么的 Q，比较粉一点，对，然后会放个羊肉片在上面，那个是汤的嘛？汤的，对，那个在这边我没有吃到可是我在网络上查到，好像台南有一家，对，但是我应该也是不一样。不晓得但我不可能为了一碗粉跑到台南去，那个车费蛮高的，对。那你来台湾吃台湾的东西，一开始会有不习惯吗？我会不习惯蚵仔煎的那个酱酸辣酸甜辣，那是我觉得有一点让我痛苦的味道因为口味太多了，可能不是，是我可以接受酸，我也可以接受甜，我也可以接受辣，但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你们在干嘛？分开，你们给我分开你们不要在一起。那有什么比较喜欢吃的吗？好吃的东西很多手摇饮不会喝腻，然后那个卤肉饭不会吃腻，牛排不会吃腻。牛排你是说哪种牛排？就是台式牛排，对，那个一开始我吃不完1份，你知道吗？可是现在物价一直上涨，我现在发现我可以吃完1份了。然后那个我发现我在台湾这边吃完牛排之后再回去，哪怕是吃到最好吃的汕头牛肉，我也觉得那个牛很不好吃汕头牛肉变成说那个酱我很喜欢，那个牛肉就觉得不好吃。然后你知道我昨天有看到一个金针菇的那个影片，就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就是那个韩国女生，她昨天她最近有放影片出来，就是朝鲜人她带他们来台湾玩然后呢他们有聊到一个，她说他们在朝鲜那个牛肉都不好吃，因为牛过劳太辛苦了，就这一辈子都在疯狂工作然后就导致他的肉不好吃，肉变得很柴。对，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回去吃到牛肉觉得不好吃，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牛比较辛苦，工作牛马工作。你为什么会觉得和牛好吃？日本的和牛就是因为他是喝啤酒、听音乐，然后还有人给他做他按摩，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吃。就是人和牛一样，就是你活得比较好，你的肉就比较好吃。你能吃到他生前的心情。你在台湾有经历过几份工作？3份。第一份工作就是老板人很好，他会愿意我就是小孩放学之后，因为幼儿园4点就放学嘛，然后我就可以把他接到工作的地方来，所以我觉得老板也是人很好。是。然后第2份工作就是老板在时间上会很配合我。
那个时候小朋友刚好需要去做一些评估，就是评估早疗的评估你要配合医院的时间，有时候真的请假请得蛮临时的，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对，那可是他知道状况嘛，他就是也是很关心，就是很配合。对，然后我爱你，我也爱你。第二份工作那个老板，他会在生意好的时候请我们吃披萨跟喝手摇饮。哦，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哦，我也享受到这种就是大家都想要的福利了。是，就是像融入了一个新的家庭的感觉。因为之前在对岸没有过这种经验啊，然后还蛮开心的，就是虽然。你知道我跟我妈说这件事，我妈说一点小恩小惠就把你收买了，然后我跟她讲说一点小恩小惠收买不了我，可是一直有这种小恩小惠，隔三差五出现，可以。因为我觉得其实它不是说一个披萨或者是一些饮料的价值，它是有一种让你在工作中觉得蛮轻松的，得到慰劳，对，同事之间相处也会觉得。更融洽的这种感觉，但是一种心理上的价值更高，我觉得就是算是人情味嘛。对啊，你说披萨跟手摇饮，你自己也可以买，可是对老板请你吃，那感觉就不一样。而且工作的时间一直在工作，然后突然就换一个心情，对，就很棒。对，好，第三份工作，哇，真的是让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很感动的一份工作，因为我觉得一个老板好，或是那个工作。群里边一两个同事好，我觉得都很正常。可是我现在遇到的是一整个团队都很好，而且员工旅游 PT 也让我们去旅游，就真的很棒。你现在也还是 PT？我转不了正啊，因为要顾小孩的原因，晚班对晚班我没办法上。那再来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没办法排班。对，因为虽然说他可以有就是做申请，可是那个我也不好意思没事就去做那个，就是很困扰女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如何在工作跟照顾家庭上做平衡。是，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职场觉得很好的地方就是他会迁就我这部分。台湾这边的职场他会关心员工说你家有什么状况，因为就是这算是人文关怀吗？我觉得蛮能互相理解，蛮有共情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才去的时候就是会提醒说。最近天气热，要记得喝水哦。这样关心你的时候，你工作就算有点辛苦，也会觉得说很棒，就是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台湾人解读空气的能力真的很强。我在这边有2次，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就突然胃痛还怎样对，然后就有同事关心说，你先去休息，就觉得很温暖。他是自己看出来的。对啊，所以而且是他自己，我没有讲嘛，我还是在忍着想说先把这个事情做完。可是同事就过来说你不舒服嘛，然后对，然后就男生还是女生？女生。男生可能没有那么细心。没有，这边的男生也很细心。对，就比如说我今年参加春酒的时候啊，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喝春酒，没有经验。然后我们喝春酒有抽奖，对，就是有一个男生的同事，他跟我说，你要把那个抽奖的那个纸条折起来，抓到的几率比较大。如果你就是保持原状，那种一片的丢进去的话，它有可能贴到那个墙壁。所以有收到吗？有得到3000块。哇，他这个男生蛮好的，他就把自己的概率降小了。真的。可是我觉得好人有好报，他有抽到大奖。他的经验分享真的很有用。对，我觉得如果不是他，我应该不会被抽到。确实，其实我去过你上班的地方，就是我是顾客嘛，我有感受到你们的那些同事真的都很客气，尤其有一个年纪有一点大的，然后他每次都会跟我就非常热情的打招呼，包括你也是。男生还是女生？年纪大的一个男生。
现在已经离职吗？我一开始会注意到你，就是你很热情，然后说的话，因为在我听来就很清楚，就台湾人说话有可能比较快一点，因为那个字跟字会比较接近一点。就我有时候听起来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就是没有字正腔圆。对，所以我一听到你我就想应该也是陆配吧。对，但其实你的口音又蛮接近台湾人的，就是那些发音啊什么的。没有，你知道吗？我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外省啊，对，有这种感觉。对，就是字正腔圆。那你作为一个新住民，在台湾你说有接触到一些新住民帮助的这样的机构，或者新住民举办活动的机构，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妇女培力中心啊，然后善牧啊，然后社会局也有人来关心，就是会探视小孩，就是会关心小孩。你前面说的是妇女培力机构和那个善牧，他们是关于工作技能上的培训嘛？关于就业上的培训指导？就业的那个已经结案了。因为就业的那个他原本是想要辅导我，就是有一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可是我太着急了。对，我觉得我想要让小朋友得到我自己很好给他的照顾，跟能够快速赚到钱。对，然后能够生存下去。所以我其实没有很配合那个就业的那一部分的协助。那个起步可能比较慢一点。对，那个需要花时间。对，我就觉得，我还是很感谢他们，因为真的就是他们会倾听，你知道吗？倾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就像我在2021年离婚的时候啊，然后他们也是有叫我填那种申请表，就是生活有没有困难的。那我填写了之后，因为回对岸去对，我一开始就是在纠结说，到底要在台湾生活还是回去带小孩回去生活，真的有纠结这件事情。可是后来真的就是觉得说，在台湾比较快乐。有很多来自各方面的。我很喜欢这边的这个社会氛围，他会关心你这件事，就让你觉得，就是家庭的温暖被取代。你明白吗？因为像我们贵州人脾气比较硬，因为像我妈，她虽然会帮我，可是她会骂我。她会说当初叫你不要怎样的，让我觉得翻旧账就很头痛。对，她会觉得说你都不听劝，你就是要去撞南墙。那人生就是要有容错嘛。对啊，你就是包括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小朋友，你一定要让他去做人生的一些尝试。要不然你说他会甘心还是你会甘心？这个肯定都是不甘心。对，我觉得我们做家长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比你有经验，所以你要听我的。经验谈。对。因为像我妈的经验，她就觉得说，你要听我的。我叫你不要去，你就不要去。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就是想要试试看。对，应该要尊重，对你更多的尊重你的选择。因为我也是脾气很暴躁，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从小吃辣椒吃太多了？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你态度温和不等于你脾气温和。是。因为像之前就是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说，他的日本的老婆就是真的就是任何时候都是情绪很稳。然后说话很温柔，可是他说他老婆其实脾气很暴，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么两极的东西是要怎么呈现？我能理解，他的态度很坚定的，但他会用一种很柔软的口气跟你讲他坚定的态度。对，我觉得那是我们那一个省缺的东西。对，因为我们那一省会相反，就是他可能个性是真的还不错，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就凶巴巴，脾气很暴。对，因为像之前小孩爸爸去我那边呢，他常常会问我说那边在吵架是没有，他们在聊天。我老婆也是这样子，她说你们那边都是聊天像吵架。上海也对，会这样子，就是说话会比较急一点，比较大声一点。对，你会发现在台湾说话大声就是我情绪上来了的提示。可是，在我们那边，声音上来，真的就只是声音上来。对。
我在这边刚来的时候听一些话，我都要耳朵这样凑上去。你说什么啊？对，我听不清楚。对，你知道吗？常常像我们工作的时候，也是会有客人说话，很小声，我没有听懂啊。对，他说太小声。对，真的，因为习惯在那个大声说话的环境。对，然后你刚刚说到职场，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有跟你聊过嘛，就是台湾人的正义感。就是当我觉得我要被欺负了的时候，会有别的客人来制止那位想要欺负我的客人。他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在别人看来不合理的时候，是，然后其他的人就会制止这个人，就会有同事挺身而出，不是同事是客人客人挺身而出，对，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说台湾社会很妙的地方，就是大家的正义感就是用在维护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就是见义勇为就不是说一定要有目的性的，对，你不是说知道这个人是市长，或是这个人是什么议员，然后你才要去帮他维护他，他就觉得看不惯这件事情就站出来啊，对，就是我有一次，因为我带小朋友会换乘嘛，对，你知道那种医院的接驳车，他只能一个座位坐一个人，是，然后有一次我跟小孩上去之后，就坐好了，然后就有一个长者就上来，他拄着拐杖，然后他就说，你能不能把小孩抱着这个位置让我坐？那如果在对岸的话，我们一定会做这件事，要不然会被骂。有没有？对。可是那个长者说这个，我还不晓得要怎么反应的时候，后排有一个年轻人就说。他为什么要抱起来？小孩也是人，抱起来会危险啊！如果有急刹的时候，怎样？我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你知道吗？而且是接驳车，就是本来就是免费的那种，不是说小孩没有买票那种。对，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坐。那车上当时还有其他座位吗？没有啊，就20个人坐满。下一辆。对，他就是不想要等下一辆，所以才会提出这种。这个老人蛮不讲道理。不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厘清这件事情，就是小朋友到底。我觉得是社会的包容啦，会允许小朋友做，可是这个应该怎么说？就是小朋友到底应该做吗？我不知道。其实，但是免费的就是可以做啊，就是如果是有像坐高铁，他有那个小孩票，如果小孩没买票，通常就是可以要抱在身上的，他不可以单独坐。但是像免费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权利做的，因为他也没有付钱买票啊什么的，没有专门每个人他自己的座位。是这样。对，我这样觉得，对。对，那可是如果像你带小朋友出去，那2个小朋友你要怎么抱？我通常身上抱一个，然后旁边坐一个，大的就可以旁边自己坐。对。我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有那么不客气的上来说让你小孩抱在身上。没有，他很礼貌哦。是吗？他没有不礼貌，他很有礼貌。对。可是这就可以结合到你刚刚说的，他的态度是很坚定的，但是他态度很好，很柔软的。但他就是说，你这个座位应该让给我坐。对，因为我当时大脑在飞速的旋转，我在想说，我应该让吗？在这边就是常常会很感动，就是会遇到一些很棒的人。对。包括我有一次在路上摔倒，也是旁边人马上就过来要提供帮助，这样。这一点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个法律有所倒退，就是道德有所倒退。之前那个。你这样说会得罪对岸的人？没有，这件事情其实对岸很多人也是，很多老百姓也是愤愤不平的。对于那个在马路上扶老人，结果要赔钱给老人这件事情，很多其实对岸的人也是很愤愤不平，觉得法律不公。但是没办法，他法律判决就造成了社会道德的一个倒退。你对于现在这样的生活，在将来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就是希望可以多一些赚钱的机会，对，然后好好抚养小孩这样。因为这边的社会是真的很温暖，然后也很有机会，是现在你这个阶段很需要的，就是真的很辛苦。作为单亲妈妈，又要照顾小孩，又要家庭的收支，这些经济的支持，很不容易。我真的很难想象你的生活，就是你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小孩要怎么办？然后你出去工作，又要心里挂念着小孩，挂念着还有很多家事，真的很不容易，辛苦的。
谢谢，突然这样，因为我也是做了几年家庭主妇，所以我很能理解这样的状态，尤其是你一个人又要在外打拼，又要照顾家里的事情，大小事情全都要自己来，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也是感谢社会上有很多帮助这样的有需要的人士跟这样的机构存在，就是之前听你说过那些机构对你包括出去玩也可以帮你顾小孩这样。对，社工，因为我接触很多社工都很温暖。是真的，有时候他会根据你的状况来选择，来给你提供帮助。是。对啊，比如说现在刚好儿童节跟清明年假嘛。对。然后呢，我还要他来配合我的时间。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聊了几个时间都不合适的时候，然后他就说：“那我在下班之后的6点半到7点这样子来配合你。”就他们不是只是为完成工作而已，就比如说安排不到时间就算了，那我们之后再说好了。他是会尽量想真的给你提供到帮助。对，而且会是那种持续性的，因为从去年到今年。虽然妇女中心那边已经结案了，对，可是就是还是有社工，比如说关心小孩的部分，会真的就是替你着想，然后都配合你。好的，非常谢谢嘎嘎今天跟我们的分享，生活上的一些分享，工作上的分享，非常感谢。那祝你们全家都过得越来越好，工作顺利，家事也顺利。好，也希望奶爸就是家庭事业双平衡，然后事业越来越好。谢谢，上一个新的台阶。谢谢。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大家拜拜。排队。